我这儿应该特别好看，咱们上去啊，我也不停表了。哎，台阶上去就是东方，看怎么样？还行吗？还行吧。底下的点点灯火就是大阪城公园里的点点路灯。哇，这就是献给晨跑的礼物。对，看这边，早晨晨跑遇到了，这边在修路，在铺沥青，这灯好亮啊，公示中写的，因为远远的闻见了一股沥青味儿。看看这边的施工，虽然来旅行旅游的小伙伴应该是很多的，但是可能很少看到凌晨施工的路吧，因为他们这儿施工跟咱们那儿一样，也是凌晨。礼拜天的时候，感觉整个大阪都交通管制，全都是大阪半程马拉松和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。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25号星期四，气温还是0度，但是没有昨天那么大风了。但是今天戴上了厚手套，这边的气温还不用戴手闷子。小伙伴提了好多的建议，出了好多的手防冷的主意，谢谢您啊！有的说把手攥紧，攥紧是会暖和的，但是我得攥紧摄像机，拿摄像机的这只手不行。有一位小伙伴出的主意是，他有经验戴那种一次性的不透气那种手套，弹性手套，然后外边再戴我昨天戴这种手套就会好很多。感谢您啊！我基本上在北京的经验就是，只有手闷子可以。已经过不了多久就暖和了，因为我翻看去年，我是去年2月1号到的这儿开始训练，差不多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戴无锡马拉松那个手套了，所以就是回北京之后这10天，从2月4号到14号，在北京跑的时候要保暖，这冬天就扛过去了。今天大家看数据，起跑的晚，跑的应该也很短。今天开始减量了，远处的天都有晨光了。今天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？这两天我就在想，包括昨天说高驰的预测等等，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，就是跑者总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迎来自己，也许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 PB， 听起来很残酷啊，但是好像离我越来越近，或者越来越现实了。我看评论还有小伙伴说，今天早上要来大阪城跑步，看能不能偶遇，看能不能偶遇吧。咱们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我想分享的就是，也许可能每一位跑者，或者最后跑到自己几乎到自己天花板的跑者，可能都会面临的这么一件事儿，就是总会迎来自己最后一次的 PB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告诉我说下一场是你最后一次 PB， 我是要还是不要？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想？因为总会有的，不光是普通人，专业运动员也会有这么一天，就是他再也不可能跑得比以前的自己快。而且好多这种时候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。也许你这次跑完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次。我现在就在想，那年的北京半马，
好像是2021年吧，就是还举办了的那一年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到1小时17分12的。现在想想那个成绩好快啊！现在想想，3分40的平均配速，硬扛下一个半马才能达到。所以那天回答有一位小伙伴的问题，说为什么1小时15不现实？这非常的不现实。这也是一个不经意的改变，想法上。就像那天我分享，当年跑到2小时44的时候，当时我就想，那2小时40就近在眼前了，没想到远在天边，是不是？再往前想，纽约跑到3小时02的时候，当时回来什么都没想，想的是赶紧报名一场比赛，稳稳的跑进一个2小时55。也不知道那时候谁给的自信。有的人还是挺微妙的。只有樱花季的时候，我给大家拍摄过这条路。现在相机的效果变好了，再给大家拍拍这条路。真的，那次纽约回来以后，第2天就开始四处找比赛。因为日本这边的比赛很多是 ARMS 的赛事，所以当时报了一个大阪的全州马拉松，之后再也没有成型过。眼看着今年的全州马拉松都开始报名了，就是2、3月份的时候。所以我知道我们的观众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都是初跑者，或者说还在上升期。大家应该努力的尽可能的去享受这段时光，就是每一次比赛，甚至是每一次跑步都能比上一次快。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练得不够刻苦，而是你差不多你就这样了。你看这个门特别好看，是不是？这是大阪城的西门，这个灯特别有感觉。这样上去，我老觉得这条路特好看，但是原来拍不出来。也许我这就是赛前忐忑的心理在作祟，但是确实是实话实说，因为你练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你的进步其实就变成了维持。你们看这么多身边的小伙伴的例子，这个没办法了。而这些小伙伴们练的并不少，也并不慢，甚至呢在训练中可能还能找到一些进步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挺微妙的，也挺不可思议的。看远处的日出，我突然想明白的这个问题，就是经历了去年的2场半马比赛和2场全马比赛之后，看远处的云，我发现尤其是在半马赛场上，你拼尽全力，最后和2年前的自己没什么差别。一开始我想不明白，我觉得哎呦怎么回事，后来我想明白了。怎么想明白呢？就是
你没有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叫增长了，就是衰退。没有跟着它衰退，你就很可以了。你们看这儿就是那个坡的坡顶，知道吗？往前就是下坡，这儿是那个坡的坡顶。大阪城是有时候容易迷路。那天有个小伙伴说，早上6点到大阪城，绕2圈才找到我们集合的地点，已经7点了。因为我不知道有偶遇的小伙伴，您下次如果明确哪天要来，您可以给我留个言，我会看到。是我的遗憾了，小伙伴回国了。所以好多精英跑者，咱们频道的观众，还有我的一些朋友，很多都是就比我精英的多的跑者，坦然面对就好。我紧赶慢赶跑到这儿，天还是已经亮起来了，已经没有了那个意境。就像那天我无意中想起我忘记在哪看到的一句话：天气一亮，城市的街道就显得苍老，缺少了灯光的灵性。我到了跑步服务站，应该已经有员工来上班了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不管您到了哪个跑步的程度，或者您喜爱的运动的程度，珍惜每一次进步。确实是，不管您现在停留在每一次都进步的时候，嗨，星巴克排队的大姐姐，除了那天下雨她没在，天天都在。还是说，您现在已经很难再获得突破。都把希望放在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训练。如果突破了，就是难得的记忆。反之呢，万一突破了没记住，那就尴尬。所以我有时候会追求拍摄的质量，会追求设备的电量，我总是想多记一些，记好一些。有小伙伴说的特对，可能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都是在听，而不是在看，因为我拍的确实也没有那么的特别和好看。但是想拍的好是我的一种执念，我在完成我的这种执念。亦或是像我那天自己说的，如果不是一个这样性格的我，也许就不会遇到这么优秀的各位，你也可能不会点开我的某一个视频，或者在我的频道点一下订阅。又进大阪城了，加油干吧，小伙伴们！1月25号星期四清晨7点16，晨跑结束。今天就不叫训练了，今天叫晨跑，一共就跑了13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16。在大阪城的时候冲了几步，最快到4分181公里，平均心率130。今天是周四，今天减量，然后明天呢应该差不多还是跑这么多，但是呢明天中间会穿插几个100-200米的冲刺，然后明天是周五，周六就休息了，周六下午去领参赛的东西。因为半程马拉松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刻意的减量，就不像全程马拉松，你需要赛前1周甚至10天就调整。我只不过就是这段时间训练量有点大，这个月目前还是在日均20公里以上，到现在为止。这2个月训练量有点大，看看有没有所谓的超量恢复的那种感觉吧，这也不好说。行，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分享
我跑到今年是跑步的第10年的一些感受。也许过了像我这种没有太多天质的人，过了7年8年就很难迎来 PB 了。像有天赋的小伙伴，也许过3年5年，可能每一场比赛就都差不多了。我有时候就看一些专业运动员们参赛，过程中也是很痛苦很辛苦，并且呢像有些并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运动员，因为到运动员你就要看天质了，对吧？他每一场的成绩其实他都进不了那个名单，或者甚至拿不了前8名的奖，但是还是在专业的这个队伍里练，这么去干，每一场又很痛苦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心酸的。因为作为我们普通人去参赛也好，去跑步也好，我们是有选择的，但是很多脱产的运动员是没有选择的。能挣到钱的永远是这个行业头部的人，不管是哪个行业，更多的其实都是怎么说呢，就特别拧巴。参赛你还有一个不成熟的小观点，就是不管练到什么程度，参赛都是痛苦的比赛，因为你都要拼尽全力，而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拼尽全力的机会不多，所以好多屏幕前跑步的小伙伴，尤其是跑马拉松比赛的小伙伴是很了不起的，因为您比很多您周围的人这一生中经历过更多的拼尽全力。行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努力冬训，努力备赛，明儿见。